上一集在山手线，我们一起从最北的车站走到最南的，电车跑一圈需要1个钟头，但是我还是要用走的。我们一起走到下个车站吧。这里叫做 Osaki， 它是一个高楼高级住宅区。那这条河呢很重要，叫做 Meguro。沿着这条河，你可以到下一站 Gotanda 跟下站 Meguro。5点钟啊，这就是5点钟的意思啊。每次5点钟就会有这个音乐，你看，这音乐的意思就是小孩玩够了，赶快回去吃晚餐了。我太累了，你帮我解释一下五反田有什么特色？它有一种比较轻松接地气的氛围，小餐馆、居酒屋，还有一些很可爱的咖啡厅。东京比较日常、有生活感的一面，五反田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停留点哦。接下来要去的那几个车站呢，刚好我比较熟。Meguro、Ebisu、Shibuya、Yoyogi、Shinjuku、Harajuku。那没有精神介绍，需要靠 AI。对大家非常的不好意思，也对车站不公平。所以我的 plan 是有精神再回来介绍我自己认为山手线最有趣的那一段。山手线象征人的一生啊，一个人走一整圈，实在是有一点无聊，有一点闷啊。好啦，我陪你走啦。跟你在美国的碰面，有一点象征我的人生啊，因为美国的有一点过半，那我比较晚婚，而且跟你走下半圈有一个条件，对不对？就是不可以晒太阳。对，所以现在已经5点钟了。第一个家原本是找这边的，可能是被那个樱花树吸引了，可是一整年只有1个礼拜有樱花树，其他的时间就长得像这样。是离开那个大街，就突然安静了。我说这小巷子好安静哦，我刚刚听到我肚子在叫哎，咕噜咕噜。嗯，好酷哦。好累哦，要上坡。下的哦。美国有很多上下坡了。好，过这个桥就到 Ebisu 了。哇，我们现在下面就是地铁。对，山手线。你看这边很像红仓库。最初的灵感是欧洲吧，来放松喝酒的地方，不是那种陪你的老板喝酒的，比较是跟朋友，比较没有压力，比较 relaxed。你看，没有什么计划，然后遇到一个 beer holiday，like a beer festival，有这种图案就比较容易喝得懂啊。不然我真的不太懂喝酒，我喜欢喝，可是我不懂。我们没有要进去啊，不然我们这一圈就走不完啊。从欧洲来到未来，喜不亚有一个十字路口，大家都像这样在拍自己。我们现在只是经过车站而已。现在住比较郊区的地方，基本的东西都有，但是这边才找得到最特别的。旅游书会介绍的。到了哈奇狗的雕像，你看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了。他一天有上千张的照片。他跟主人的关系非常的好，每天会在车站，就是喜布亚车站等主人。那有一天主人没有回来，因为他生病了，最后死掉了。哈奇狗也一直等到老了，等到死了。故事是这样，就是忠诚。涩谷的十字路口有被称为是世界最繁忙的十字路口，而且你看有各种打扮呢。我有一次就是摄影机被撞掉，对啊，都要拍东西，大家都一样在拍东西，很多人就是停在中间。在很巅峰的时段啊，这个十字路口一次可能会这样来来去去，大概走2000个人。一次？你说一个绿灯？对。真的吗？加油！哦，是。快点！一整年当中有什么节庆是最热闹的？当然是万圣节，一堆zombie在街上，大家都乖乖的，大家都乖乖的，没有什么喝酒，因为这边有一些规定改变，便利商店都不能卖酒。现在在全家，然后你看这边，因为 Halloween 的关系，全部酒都不能卖。走到哈拉吉克差不多9点，去那边店都关了。你知道来到这边呢，会看到几次欧塔尼呢？数不清。数不清。你看这个沙威玛的店，好扁哦。对。是不是每个都是一个品牌，就是一栋，这是一个购物的天堂。那台车闻起来就像狗狗哈。对。狗狗们下班了。对。
日本有各式各样的 cafe 哈，有猪、水豚，很多都聚集在这边，所以小孩都很喜欢哈拉吉库。对，现在很冷清哎。你在象征我们的生命吗？小孩离开家里的时候就会变冷清了。空巢期，现在还会打电话。赶快打，赶快打。已经空巢期了。这是我自己认为哈，最漂亮的大楼了。喂，我们到家可能11点多，那你先吃个阿俊，准备要先去躺哦，要多喝水哦。冰箱旁边那个叫电锅哎，是阿俊。又是你。哦，这是今天哦。今天啊，就最多录的一天。My man， 喝酒的话要跟好朋友一起喝酒。我们终于走到了新宿了。这里是东京的心脏吧？整个日本整个世界最热闹的车站，超过350个人经过。350万呢、啊！你真的很累了。虽然很累，但还是要很兴奋的告诉大家，我们有新频道喽！台客不在家，是我们不在家，来到了日本必做的清单，就在这个频道完成。在日本的观察、学习以及启发，就放在这个频道。那台客剧场还是继续拍社会议题、一些生活的实验，还有在日本发生的有台湾精神的故事。诚挚的邀请大家继续在台客不在家，陪我们继续走下去哦。然后看这个男生。看他会不会找你，好不好？你去上班。在台湾有遇过，他说：“小姐，你是台湾人吗？”我说是，然后他就给我一张名片，说：“你会介意这个8大行业吗？”然后就给我一张名片。没有被开启的一个潜力啊！你说我？对对对，所以这个也是东京8大行业的中心，一排，也不是小姐啦，可能就是跟他聊天，是不是？聊天也有小哥。都市野餐就在这里，在比数字这样。找到了一个24小时的沙娜。我们今天如果不想回家，可以在这边睡一下。休息。对不起，你不能。哦，是。这是女性。哦 man。好久哦，对不起。关电灯啦，好不好？乖乖，他睡着了，他没有关系，就给你抱抱，好不好？在红灯区安慰小孩睡觉，所以这些都不是你的菜啊。头发都太长了，最好就没有头发。哦，哇，你中奖了。那你对这里有什么感觉？林森北路要加油啊！这里算是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？该回去休息了，下一次一起走到终点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新宿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，大概有200个出口，所以如果要约这里的话呢，一定要找一个明确的目标哦。我们又进来歌舞伎町了。左转来是东京的后巷子，白天呢就变成主台，再往北走10分钟就进入韩国城。帅哥是谁？现在都没有元彬了，太老了啦。明明就很帅。他现在是欧吉桑啊，蛮帅的欧吉桑就对了。谁可以嫁女儿？哎，不是，谁可以娶女儿？之前大蒜味是一个境界，就是闻到影响别人嘛。对，闻到大蒜很不礼貌，就是很臭。但是在新 Okubo 是打破这个境界的地方。那这家有推荐吗？超多种的菜，但是你们都不敢吃。上次来这餐很像牛，吃一大堆菜。新鲜的牛肉，把它切丝调味以后，放上一个生鸡蛋。在这边逛一阵子，会觉得你不在日本。我们好像这边走蛮久的。下一个车站就是高田马场，但这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个意外。奇怪，怎么会突然停电？那你们爬楼梯上楼的哦？你去工具箱拿手电筒，太阳下山就越来越暗了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哇，这感应灯都没。开看，应该是可以冲马桶吧？它是用电的。哦，对，它是电的马桶。你有缴房租，可是没有缴电费。我们因为马上回国放暑假，所以他也找不到我，也没办法跟我联络。回到日本的时候有收到账单，发现超便宜耶！我心里想说，可能暑假都不在吧。仔细一看才发现，哎，其实账单里面只有瓦斯费，没有电力。
为什么叫做高田马场？有看到马吗？为什么？在德川幕府时代呢，是真的有马场哦，主要是训练武士骑马。对，那现在没有武士了，不用骑马了。对，那这里呢就变成一个学生商圈。像你之前念语言学校也是在这边啊。对。那你最常吃的餐厅是？我觉得是 Skiya 哎，小个短袜那种。对，你要 CP 值高的话，就来这里就对了。高田马场最有名的就是早稻田大学，在早期的时候呢，聚集了非常多抗议的学生，推翻政权啊，改变世界啊。然后刚好下一站就是美吉咯，木白。木白最有名的也是一个学校，一开始是专门设计给天皇去念的学校，所以是贵族念的学校。很有趣的就是就在隔壁，一个是抗议的，那一个是维持主权的一个学校。木白也是许多富裕家族选择的低调住所。想象不到我们下一站就非常的热闹，就是池袋，也是东京第3大的车站，华人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很多台湾品牌都自然的开在这里。在早期，这里是很多池塘，然后这个池塘的形状很像袋子，所以叫做池袋。这边讽刺的地方是，很久很久以前它是一个监狱，这边对，然后就变成 Sunshine City， 在我心目中是东京最浪漫的一个高塔。这边其实等不太到位置啊，因为都是谈恋爱的人。山手线啊，设计成一个圆圈，真的有它的美感哎。就是圆圈代表时间，代表永续，就一直在循环，然后也比喻我们的生命。其实我们快到终点了，可是我们可以再重来一次。你知道吗？可能一个东西结束了，可是又另外一个东西开始了。像我们的人生结束了 ，right？ 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下一代他们也是一直在循环，然后他们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就 it's like forever， 山手线。其实到了最后一站，刚好感觉时间倒转。大总，你有去过吗？没有，很容易在背山手线，就是会不小心错过了。有大总这个地方，到了差不多走个18分钟吧。电车不赶路，这边的生活节奏也慢下来。在大总，你会以为时间倒带，日子回到简单。老东京回来了。有没有时光机的感觉？有一点快一圈了然后我走一半。正式的说，我走山手线1圈了，光要近一点。对，这就是我的起点，桃鸭站，我的第一站苏嘎莫。恭喜你！耶，谢谢你陪我完成下一半。我走一整圈了，之前可能只认识大站，现在全部都认识了。那就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新频道。谢谢你们陪伴我们走了1圈。对，还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就是我们有新频道。废话，他们点进去，那来这边生活也应该算是我们结婚快15年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，跟一个很大的生活实验。14年啦，你说14年？14年。我们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清单，把它做，然后学习，跟大家分享。一起挑战清单，一层一层揭开日本。欢迎订阅。山手线走完了，拜拜。我现在可以搭车了。是用搭的，不是用走的。